狗诺贝尔博物馆，但我们这次没有要进去。对面的彩虹小屋，这是老城区最古老的大广场。沿着老城区走出来就是皇宫啦。皇宫的4个立面都有代表的人物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立面是皇后的立面。斯德哥尔摩大教堂是整个老城区里面最古老的建筑物，新建于1250年，但是保存得非常良好。里面非常漂亮，一个人是40克朗，但因为我们时间不够充裕，所以没有进去。博物馆位在皇宫的南立面，里面放的是皇室成员的皇冠，以及加冕用的权杖跟加冕袍。这边我只拍了入口而已，因为我已经拍了主皇宫，我希望有些东西是大家能够亲自感受的。现在这里是大家下马车的地方，你看到两边都是对立，并且有台阶。博物馆就在左边下马车那个入口进去就是了。西边的国王立面，这边的话，在国庆的时候，皇室成员们会坐着马车，然后经过这边，所以这边会有很多人民在观看。但是主演讲的话，会是在另外一个立面，而不是这里。每个礼拜会有固定的几个星期，这边会做卫兵的交接。皇宫跟三皇冠宫的入口都在这。斯德哥尔摩皇宫的前身其实是三皇冠宫，它在1697年5月7号的时候不幸被一场大火烧毁，所以现在的皇宫是在原本的基础上重建的。这里展示了一些骑士的勋章跟现任女王的照片，还有画像。骑士勋章的话分有4个等级，第一个是皇家6·1天使勋章，第2个是剑勋章，第3个是北极星，最后一个是瓦萨。皇家6·1天使勋章现在只会颁发给瑞典的王室成员，还有外国的国家元首。剑勋章颁发的对象是在战场上及海上的勇士们，那它只有战争时期的时候才会使用到，所以目前是休眠的状态。北极星勋章以前是颁发给瑞典跟外国的公民，感谢他们在科学、文学等学术上的贡献。那现在的话都是颁发给外国籍跟无国籍的人士。瓦萨勋章赞赏的领域非常的广泛，通常都是颁发给没资格拿上2个品阶服务勋章的人。那它奖赏的范畴有农业、矿业、技术发展、商业跟艺术。这是骑士章程，国王的签名跟大法官的签名。这是刚刚前面所述4种骑士的服装。当你知道自己受封为骑士的时候，你要穿着相对应的骑士服装，在指定的教堂里面接受加冕。这是一位亲王他在生平里面接收到的各个国家的勋章。接下来你会看到许多大同小异的木板，那这些人都接受过瑞典颁发的皇家6·1天使勋章的各国国家元首。皇宫的焦点 Christina 女王的银王座，那因为现在这边还在施工，所以它暂时是被盖起来的。它整个都是纯银打造的，非常漂亮。这个银王座是在1650年的时候德国送给女王的。另外我们看到头上这些旗帜，每个图腾都代表着瑞典不同的地区。这里偶尔会举办一些特展，像曾经就有举办过皇室成员婚纱的展览。这双层的木质坐席以前的范围更长，那它是用来做一个临时的听证会，所以它可以拆掉。现任国王即位50周年的纪念品。这是国王奥斯卡2世的工作室，但我不懂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座位。这个是皇后在某一个教堂的后座，然后最近被搬到这边做展示。超大的客房，我都笑说那是 double king size。这是三皇冠宫在被大火烧成灰烬之前的样子。它的北立面受损比较少，因此保留比较多三皇冠宫的遗址。这是现在还有在使用的内阁会议的场地。
德哥尔摩皇宫部分的区域到现在是都还有在做使用的，直接 copy 凡尔赛宫的静厅。但是它的天花板很有看点，是国王卡尔11世在斯科纳的战役。白海大厅以前是舞厅，现在的话是用来举行1年1度的招待会晚宴。因为三皇冠宫的遗址在地下室太暗了，很难呈现给大家看，所以我们就跳过。超想要吃瑞典的公主蛋糕，没想到这边就有。我们要速战速决，因为待会我们还要去上课。顺带介绍一下，瑞典的公主蛋糕，它其实是20世纪的产物，并不是很久以前的食谱。超美的经典配色，苹果绿的糖衣跟一朵粉玫瑰。这款蛋糕的由来其实是因为玛格丽塔公主、跟马尔莎公主，还有阿斯特利德公主3位公主对这款蛋糕非常之热爱。而发明这款蛋糕的人呢，就是这3位公主的老师 Jenny Barbara， 后面是瑞典文，我不会念。也因此这款蛋糕后来就被命名为公主蛋糕。它的壳脆脆的。很多有名的蛋糕，其实他们有时候就只是一个噱头而已，所以我原本以为瑞典的公主蛋糕应该也是这样，结果没有，它超好吃。你们看它的剖面，层次超级丰富，糖衣，然后鲜奶油、果酱跟奶黄酱，然后还有海绵蛋糕，而且它的海绵蛋糕比一般人的还要多很多层。瑞典传统的小点心，么么。海浪很大，海浪滔滔。你这种口味的鲱鱼吃过了吗？好吃，那一块给你。我切一块。它是硬的。怎么看去哪几只啊？汤姆猫与杰利鼠。它好酸啊，我不喜欢。苦苦的。救命啊！这3种天贝是哪一种？都喜欢。有芥末、美乃滋还是香葱？洋葱比较那个简单的感觉。
我们上次去自助早餐就有。可是我觉得这两个这个开始吃到酱的时候不一样，可是你咬到鲱鱼后，后面的就那个味道就不会，味道会被鱼味盖过去。